打一下。表姐，你是黄药师吧？能用弹指神通将我手上浮尘打掉的，除了桃花岛主之外，恐怕没有别人了。小心！好毒的女人！郭儿郭伯伯，郭伯伯，我在这儿。她也来了，老子懒得见她。哎，郭伯伯，怎么了？有点不对劲儿。郭儿，你记住，就待在这儿，千万别离开。我到前面看看。哎，郭伯伯，你小心点儿。不用担心。各位道长，在下桃花岛郭靖，上山拜见邱真人。别呆，少啰嗦，动手吧！大胆淫贼竟敢擅闯本宫，速速击阵！在下乃是郭靖，不知何事误会。淫贼，你到终南山来持强逞能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不给你些厉害，你还到重阳宫济世无能之辈。哼！摆阵！北斗大阵！这还有个小淫贼呢！臭小子！坏了，重阳宫告急！各位师兄弟，快快擒了这淫贼，救援本宫！是。七星相约。淫贼咬进重阳宫，快追呀！
弟子郭靖拜见师父。徒儿请起。我倒看不出，你全真派还有如此人物。哼！二位与全真教有何仇怨，竟如此兴师动众？你既然是全真派的后辈，那此间就容不得你讲话。你只要能接得了我3招，我就饶了这些牛鼻子，如何？好，在下就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。我砸死你！别扔了啊！我砸死你！哎呦我！别扔了！叫你砸！我砸！哈哈哈！哦，我叫你砸！叫你砸！承让了。重阳宫此次被人围攻，霍都王子等人实是冲着龙姑娘而来的。霍都王子想娶龙姑娘为妻，得知重阳宫与龙姑娘所居的活死人木毗陵，便率众攻打重阳宫。所以霍都王子每年都来此处。赵师兄，我今天就把杨过托付给你了。今后请你对他一定要严加教诲，不必有任何顾忌。郭靖在此先谢过了。请郭大侠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管教好这个孩子。郭儿，你要记住，从今天开始你要吃苦耐劳，要听从师父的教诲，不能有丝毫的怠误。知道了。各位道兄，各位真人，在下告辞了。告辞。郭伯伯，郭儿，郭伯伯，郭儿，好好跟着师父学艺，过些日子郭伯伯一定来接你。嗯。承让。好，你刚才这招云海隐隐，剑走偏锋，使得甚好。只是有些急于求成，腰间露出了破绽。如果对方趁机刺你一剑，你的性命就难保了。谢师傅指点。在青字辈的弟子当中，你的武功已经不错，要继续努力，一定会有所成就的。杨过，过来。哼。杨过，师父叫你呢，过来。杨过，师傅叫你呢，快去。弟子杨过参见师傅。杨过，这个小师兄也比你大不了几岁，你和他比试一下吧。弟子不会武功。你说什么？我传了你大半年的功夫，怎么说不会武功啊？那你这大半年都干什么去了？你懒惰贪玩，拳脚功夫你不练肯定生疏了，去和小师兄比试比试啊！
弟子不会。我传你的武功，就是要让你用来实践的嘛。你这样推三阻四的，你的功夫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提高啊？啊，快去吧。杨师弟承让了。你已经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杨过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师兄弟切磋武艺，不必认真。臭小子，打人！哎，杨师弟，我只是切磋武艺，你何必认真呢？哎，看来杨兄弟真的不会武功啊。怎么样，小子，学会了吧？呀！陆师兄，青毒，青毒，你怎么了？杨过，杨过，你使什么妖法？杨过，哎，人呢？啊，师傅，他肯定知道犯错跑了。跟我走，把这个忤逆抓回来。师傅，他在那儿啊，在这儿，那儿。过来呀！你看，你，我抽你我！去！哎蜜蜂咬人了！蜜蜂咬人了！蜜蜂咬人了！干嘛啊？蜜蜂来了！干嘛啊？干嘛啊？快跑！快跑呀！快跑啊！快跑！是小女的蜜蜂来了！别咬我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活死人墓。活死人墓！我已经死了吗？不要死！你跑不出去的！开门！放给我开门！怎么没有门啊？开门！放我出去！开门！我还没有死，怎么就把我关在这里了？放我出去！我不想埋在这里。我怕那些臭道士来抓我，婆婆他们会来欺负我。不怕，孩子，有孙婆婆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婆婆，是你把我救到这儿来的？是我救的。他们为什么欺负你？他们打不过我郭伯伯，就来打我。我师父打我，师兄们也打我。师父师兄怎么能这么打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过。姑娘，她实在可怜，你也下来听听吧。我不见外人。这位龙姑娘，她就是这里的主人。弟子谢过婆婆和龙姑姑的救命之恩。你用不着谢我，是孙婆婆救你的。你既然没事了，就赶快回重阳宫去吧。姑娘，现在放她出墓，那帮全真道士不会放过她的。你送她回去，说明情友，要那些道士不要再为难于她也就是了。他们教门中的事，能听我们的吗？你送解药，两眼相觑，他们怎会不依？婆婆，我还是走吧。等我长大一些，我再回来看您。我和你一起走。婆婆不能让那些道士再欺负你了。
婆婆您就别管我了，我是一个顽皮孩子，当然人都讨厌我不要我，您就别费心了。他们烦你，婆婆不烦你。婆婆喜欢你。婆婆，婆婆，走，婆婆带你走。别怕，婆婆。哼，我在这儿，有本事过来抓我呀！这是蜂毒解药，拿去救人吧。师兄别上当，也许那是毒药。张嘴！免得他们疑心是毒药。走。哼，老前辈，适才是我们不对，救人一命功德无量，请老前辈还是赐药吧。解药只有这一瓶，多的没有。要救道士的命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吧。婆婆，还请你把杨过和解药都交给我。好。给你。孩子，抓住！婆婆，师兄，老太婆要逃跑了，不能让她走，将她逼回重阳宫再说。是。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臭大毛，你绕不绕路？让开！婆婆，你还是把解药和孩子交出来吧。要孩子，你需先杀了我！哎呀！跟我回去！婆婆。
照应他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。婆婆，你别死！婆婆，我不让你死！我长这么大，除了娘疼我，就只有婆婆疼我了。婆婆，你为什么要丢下果儿走了？婆婆，我失手伤你，实非本意。这番罪业既落在我的身上，也是你命中该当有此一劫。婆婆，你好好去吧。婆婆，你还不自刎，更待何时？你怎么？杀人抵命，只有你自刎了结，大家才能相安无事。贫道已经失手杀了孙婆婆，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。你带着杨过走吧。贫道当真是老糊涂了，这就给你个了断。胜负乃常事，若是打个败仗就得抹脖子，你师兄再有18颗脑袋也都割完了。全真教丘处机向高陵讨教。你这老道，倒也爽快。师兄，小心！婆婆，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，练好武功，一定去找那些臭道士给你报仇。婆婆，让我再看婆婆一眼。婆婆。睡吧。睡觉喽。你干什么？你捉弄我！这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还不快躺下，睡觉了。不了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。你要留在这里的话，就要听话。好吧，睡吧。
好冷啊！哎呀！姑姑，怎么了？睡觉了。你要是敢下来，我就打你10下。不许伸舌头。姑姑，我不是想下去，我就是想跟你学学这门功夫，你明日教我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你先好好睡，明日再说。你要是再敢下来的话，我就加倍打你。多谢姑姑。我打了你，何来谢字？嘿，你虽然打了，但是你后来心疼了，越打越轻。什么心疼了？你若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打你中邪。嘿，姑姑，你打也打了，还不告诉我这床有什么好处？你还是不想睡吗？嘿，你瞧上面那冷气，我冷得睡不着啊。好吧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床呢是上古寒玉做的，你要是睡在上面练功，就是修习内功的梁柱。这不就是石头吗？这可是祖师婆婆花了7年心血，到极北苦寒之地，在数百丈坚冰之下挖出来的寒玉。你睡在上面练功，1年抵得上常人10年。我让你睡在上面，不是在捉弄你吧？啊，原来这床这么好啊！你起初睡在上面，会觉得冰冷刺骨。可是你睡在这个床上练功，睡觉之中不但不耗白日之功，反而更加功力。早告诉我，那样我就是冻死也会睡在上面，好早日给婆婆报仇。在这墓中就要修心养性，绝了与旁人争斗的念头，也不能有喜怒哀乐。啊，这是什么规矩？连喜怒哀乐都不能有啊！难怪孙伯伯死了以后，你哭都没哭过。一个人总是要死的。孙婆婆如果不是今天死在郝大通的手里，再过2年，她自己好端端的也会死。多活几年，少活几年，又有什么分别？报仇雪恨的话，以后不许再提了。不提就不提，等我练好了功夫，我还是要给孙伯伯报仇。就是捉麻雀。捉麻雀真好玩。你把这3只给我抓来，但是不许弄伤麻雀的羽毛还有脚爪。啊，只抓3只，还不快动手？好，姑姑，我抓了。
到麻雀的，要气行全身，以气御形，这样才能形神合一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等着。杨过那个小杂种，现在有消息没有？师傅，还没有。抓到了杨过，给我打个半死。是，师傅，你找到他。哦，带到这儿来，带到这儿来，把他带到这儿来，我要打死他！姑姑，你说什么？让我飞出洞口去？不用怕，你能抓住3只麻雀，就能飞出这洞口。倒不是害怕，我就怕万一不小心掉下来，弄脏了你给我做的新衣服。你定是又想偷懒。去吧。这谁呀这么缺德？你臭小子，这时候还敢出来，知道吗？你道爷爷我在这儿等你多日了。你，哎，你别跑，站住！别跑，臭小子！你别跑！整我！小汉堡，你放开我！整死放开我！嘿，救命啊！我叫不叫？救命！救命！哎呀！追是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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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住他！这些小道士也就不是你的对手，也就不用我来救你了。又让他给跑了。
还跑。嘿，哎哎，呀！姑姑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让我抓的麻雀，我都抓到了。姑姑，你让我抓的麻雀，我都抓着了。姑姑，我已经练成这天罗地网式啦！起来。姑姑，我真的练成这天。去，洗干净。我洗。我洗。罗师兄，我们洗完了，先走了。喂，哎，你们等等我呀！一块来的一块走嘛。你自己帮我洗啊！你们走，都走。都走。天天让我洗衣服，我凭什么天天洗衣服？我烦死了！你洗，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，谁？鬼呀鬼！杨过来了。陆师兄进来可好啊？哎呀，你个老杂毛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折磨我啊你？哎，说话可要有点良心啊！是你自己掉进水里的，我可是连动都没动过你。你不吓我，我怎么会掉到水里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？哎，怎样？我不想怎样。乖上来，我不打你。来，这还像句人话。来啊！算了，我还是不上去了。我跟你相处这么多年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，你一定有什么阴谋。行，那你就一直在水里边待着吧。待着怎么了？你敢下来抓我不成？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，我好怕呀。杨过，你有种！历年尘垢开魔镜，遍体黎明耀太虚。金锁关川下鹊桥，重楼十二将攻使。
真是的呀。哎，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啊？师兄什么意思啊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求之不得，妩媚思服。辗转反侧，悠哉悠哉呀！小弟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不早了，小弟先告辞了。你是真不明白啊？好，那我就去禀告邱师伯，让他来查个究竟。查究什么？哼，你不守清规，触犯了全真教的大戒，我倒看你怎么再做这第3代的首座弟子。我犯了什么大戒？全真教第4条戒规，淫戒。我教讲究的是修心养性，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，难道不是犯了淫戒吗？赵志敬，你胡说八道！我知道你是不服气我做首座弟子，你自己想做，你还想做本教掌门，所以编这些话来造谣重伤。哼，我心里想什么？我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个瓷瓶是什么珍奇宝贝啊？值得你天天的把玩啊？你一遍一遍书写着小龙女的龙字的时候，心里想的可是修行的心法？哼，在你写这个字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难道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？还给我！哟，哼，你还敢杀人灭口吗？你怎么样了，姑姑？小龙女，师弟，你看到了吧？你梦魂牵挂的意中人竟然在这里偷汉子！姑姑，人家说古墓派是姑娘派，个个冰清玉洁，如处女一般，没想到竟然是污秽不堪，暗中收藏男童，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情来！你，姑姑。没有用的，我练功练到紧要关头，被他们这一扰，血不归筋，治不住的。姑姑，你别说话，我们先回去，我们先回去。不，你别让他们胡说。好，我杀了他们。你说什么？想杀了我们2人？就凭你呀！啊！杨过，你不要胡闹，快带你姑姑回去疗伤吧。姑姑，等我一下。今天就要你们见识一下玉女心经的厉害。杨过，你背叛师门，
另投邪魔歪道，你今天自己来送死，我正好要清理门户。16岁的少年见一对大雁殉情而死，将其买下葬于汾水之畔，并落笔成文，写下无人超越的千古名篇，道尽爱情真谛。但古来吟诵他的却多是爱而不得之人。故事开始于南宋理宗年间，正值暮夏时节，风和日丽，鸟雀纷飞，一派祥和景致。可转瞬间，苍穹变色，黑云压城，杀机弥漫开来。一名道姑飘渺而至，踏水前行，手腕翻转，一根银针激射而出，荷叶当即断裂，成于是前行不止，直奔陆家而去。随后进穿廊渡院，撞上一面雪白的影壁，化为9个血红的手印。陆立鼎眼见如此景象，便知是赤练仙子李莫愁寻仇来了。只因李莫愁曾与兄长陆展元相爱，可造化弄人，陆展元最后竟娶他人为妻。李莫愁从此因爱生恨，性情大变，开始在江湖上滥杀无辜。午夜时分，夫妻2人坐于正堂严阵以待。李莫愁似鬼魅般悄声而至，捻起一团火焰挥出，四下灯烛皆亮。夫妻2人自知在劫难逃，拼死一搏方不辱兄长威名，当即便持刀建功来。李莫愁见陆立鼎虽然武功平平，但出刀转身都宛如当年意中人陆展元的模样，心中酸楚，却盼多看一刻是一刻。若举手间杀了他，在这世上便再也看不到江南陆家刀法了。心中情意绵绵，出招也就不如何凌厉。你的陆家刀法和你哥哥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要杀就杀，啰嗦什么？快给我拿命来！陆立鼎只当他是在戏耍自己，当即便狠打猛攻起来。转眼之间，夫妻2人皆重伤倒地。李莫愁情场失意，最见不得男欢女爱，见2人此时还想要携手赴死，一脚踩了上去，随后便纵火烧庄。李魔头，你烧吧，就算你把陆家庄烧个精光，你也永远见不到我哥哥，他永远也不会爱你的。另一边正在逃命的陆家遗孤很快也被李莫愁追上，正欲痛下杀手之际，一瞥间见他颈中系着一条锦帕，素底缎子上绣着红花绿叶，正是自己当年精心绣成赠给意中人之物，不禁呆住，往日的柔情蜜意瞬间涌上心头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教生死相许。心想他虽与那小贱人成亲，心下始终没忘了我，这块手帕也一直好好放着。他求我饶了他的后人，我饶是不饶？一时心意难决，便想着先杀了另一个再说。拂尘挥出，便将程英拉至身前。你也有手帕万千思绪再度袭来，竟使得李莫愁久久的呆立不动。程英赶紧挣脱拂尘逃命去了，可不多时，满眼柔情蜜意的李莫愁变得狠厉起来。陆展元，你一条锦帕就想救2个人，你也太贪心了吧！我一个都不饶。2人见他又追了上来，2腿似惯了牵的再也奔跑不动。可就在此时，林间窜出一少年，拉着2人便跑。就在李莫愁即将得手之时，暗处倏忽飞出一颗石子，打在拂尘之上，直震得他手臂发麻，鲜血从手腕处流了出来。李莫愁先是一惊，只见一仙风道骨的老者飞身而至。小娃娃，这女人好凶恶，去打她！我不敢。怕什么？没出息！打得好，再打一下。表姐，见来人所施展的武功，李莫愁便猜出老者身份正是桃花岛主黄药师。趁着抱拳行礼之际，抖发杀机，衣袖一挥，一阵银光闪动，10余根冰魄银针齐向黄药师射去，根根直指要害。
黄药师出其不意，没想到这人的暗器功夫如此阴狠厉害，当即飞身向后急跃。银针来的虽快，他后跃之势更快。李莫愁眼见射他不中，手指一弹，数根银针直射程英。黄药师急忙上前封住程英的穴道。李莫愁自知这几针非中不可，生怕黄药师上前动手，便掳去陆无双飞身离去了。黄药师回过神来，却为时已晚。恰在此时，林深处传来一声突兀的叫喊：“郭儿！郭伯伯！郭伯伯在这儿！”哼，他也来了，老子懒得见他。你只要能接得了我3招，我就饶了这些牛鼻子，如何？成名之后的郭靖怕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跟自己这样说话。就在郭靖带着杨过来终南山拜师求艺之时，在山下却遇到2名道士大骂他淫贼。淫贼厉害，怎么走？走！而后又被赵志敬率领众到组成北斗大阵将其围困。激战正酣之时，忽听重阳宫告急的号角声响起。坏了，重阳宫告急！郭靖便顾不上与众道纠缠，便打退众人，破了阵法，直奔重阳宫而去。只见大殿里7个道人盘膝而坐，手掌相连，正在抵挡深州10余人的围攻。当下便出手打退强敌，救下众道士。不待问明缘由，只听一声冷笑，一名身披红袍、手拿折扇的贵公子从容走来。我倒看不出你全真派还有如此人物。你们如此胡来，也未免太蛮横了吧？这些朋友全都是我带来的，你只要能接得了我3招，我就饶了这些牛鼻子，如何？好，在下就领教阁下的高招。承让了。一番交手下来，霍都心中已明白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对方是有意留手，不想重伤自己。在开口说话时，语气已是大为有礼了。阁下武功惊人，小可极为佩服。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待霍都一行人离去，郭靖说了杨过的身世，并表明想让杨过拜在全真门下。得知来意丘处机不敢怠慢，便让他拜在3代弟子中功夫最为纯熟的赵志敬门下。郭靖与此人刚交过手，知他武功确实了得，心中大喜。看到全真教收留了杨过，郭靖也放下心来，当即便请辞离开。在下告辞了。本以为为杨过觅得良师，却没想到那赵志敬是心胸狭隘之辈，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一肚子怨气都撒在杨过身上。你再给我哭！我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不守教规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叛逆、顽劣、忘恩负义，严加管教。狗贼，你又打我！赵志敬因主持山门大阵时敌友不分阻拦郭靖，先被郭靖所伤，后又受到责罚，心中一直愤愤不平，怀恨在心。趁着同门大叫之时，故意让杨过出丑。平日里不曾教杨过半点武功，此刻却指着恃才比武得胜的小道士，让杨过下场和他比试。杨过推脱不过，又想到平日里所受的欺辱，不由得怒气转盛，把心一横，便做出了拼命的姿态。杨师弟承让了。你已经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眼见赵志敬喝止，杨过却置若罔闻，依旧对着小道士穷追猛打。狗贼，你又打我！你破坏了本门规矩，我不打你打谁呀？我住手！本以为赵志敬心生怜悯，没想到你要么在旁边好好观战，要么就下场自己去比试一下武功嘛。这下路轻赌再无顾忌，拳脚巴掌一并往杨过身上招呼。杨过强忍着疼痛没有昏厥过去，暗运内力使出欧阳锋所受的蛤蟆功。青毒，青毒，你怎么了？杨
杨过，杨过，你使什么妖法？杨过！哎，众人追赶杨过到了活死人墓，杨过抬头一看，只见无数疯子在周身飞舞，耳中听到的尽是嗡嗡之声，跟着便全身奇痒入骨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等杨过醒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老脸，吓得他险些再次昏厥过去。杨过见老妇虽然丑陋，眼中却饱含仁慈温柔之意，心中温暖，便将身世遭遇一并向老妇人诉说。婆婆，这孩子为何哭个不停？姑娘，他实在可怜，你也下来听听吧。我不见外人，你既然没事了，就赶快回重阳宫去吧。这孩子父母双亡，现在又被重阳宫的道士追打，就留他这儿暂住一段吧。古墓门规，你难道不知？还是快些送他出墓去吧。只听这声音虽娇柔婉转，但语气中也没有丝毫暖意，自带有一股威严，叫人难以违抗。杨过自知无法强留此地，当即便请辞离开。孙婆婆看着杨过，眼中尽是怜惜之意，怎放心这孩子独自离开？于是便带着杨过送他出墓。全真门下甄志炳，求见龙姑娘。师兄别上当，也许那是毒药。孙婆婆本想送上封毒解药，再良言相劝，让全真教放过杨过，可只见众道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盯着杨过，随后更是无端质疑自己的一片好心，便直接将解药尽数倒进杨过口中，挟着杨过想要再回古墓。可众道既没追回杨过，眼下又错失解药，怎会轻易放二人离开？便摆开阵法，将二人一步步地往重阳宫逼去。师兄，老太婆要逃跑了，不能让她走，将她逼回重阳宫再说。是。莫看她只是一个笼中衰弱的老妇，出手却迅捷至极，身法更是匪夷所思。众道见拿她不下，攻势愈发猛烈。孙婆婆自知今日之事难有善终，但她性情刚硬，老而糜烂，哪肯屈服？臭大毛，你让不让路？只见郝大通飞身至拐杖之上，足下发力，孙婆婆便再也支撑不住。随后二人运起内力相抗，郝大通深知墓中人与自家先祖极负渊源，便没使出全力，怕伤到这老妇人，只是趁机好言相劝。婆婆，你还是把解药和孩子交出来吧。甄志炳见机想要先抓了杨过再说，跟我回去。孙婆婆见状，数枚金针脱手而出，硬生生将其逼退。郝大通生怕爱徒被暗器所伤，心下一急，手上也加了几分力道，随后便一掌推出。这一推中含着他数十年上乘玄功的内力，拐杖当即断开，连带着孙婆婆也被推得倒飞出去，一块石碑被撞得碎裂。孙婆婆喷出一大口鲜血，瘫软在地。郝大通心中好生后悔，众人也都呆愣原地不知所措。忽听钟声响起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少女俏生生地站在高处，衣白如雪，目光中寒意逼人。不自刎，更待何时？你怎么？郝大通因重伤了孙婆婆，懊悔不已，众道士也都呆愣原地不知所措。忽听钟声响起，只见一极美的少女立在高处，一袭白衣胜雪，在月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寒意逼人，踏着绸带缓缓落下，仿佛身在烟中雾里，开口说话更是淡漠至极。人固有一死，有什么好伤心的？但孙婆婆自幼将其抚养长大，名为主仆，实为母女。她脸上虽不动声色，心中却不免凄然，俯身问道：婆婆，何事不能释怀？孙婆婆想到杨过身世凄凉，自己死后小龙女也将独居墓中，孤苦无依，于是说道：照应她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。说完之后，又望向杨过，还想要说些什么，一口气却再也接不上。郝大通见状，十分后悔，走向前行礼赔罪。小龙女待他说完，才问道：你还不自刎，更待何时？你怎么？杀人抵命，只有你自刎了结，大家才能相安无事。这话在众道听来可谓嚣张至极，纷纷出言斥责。我们怕什么？什么自刎了结？是啊，就是啊！小龙女对群道之言恍若不闻，缓缓取出冰绡般的手套戴上。道士，既然你贪生怕死，不肯自刎，取出兵刃，动手吧。郝大通惨然一笑，看他小年纪，武功再高也不可能高过孙婆婆。想到自己已经失手杀了孙婆婆，心中着实不安，只能尽量容让，再不愿意和小龙女动手。不料小龙女对郝大通之言仍是恍如没有听见，手臂一扬，一条白色绸缎忽地甩了出来，直扑郝大通的面门。这一下来的无声无息，事先竟没有半点征兆。郝大通大惊之下，忙将身子后仰，绸带离身数寸，急掠而过。随后绸缎接连击来，
郝大通左右闪躲，勉强避过，虽未受伤，却显得极为狼狈。4名道人各挺长剑刺来，小龙女双手齐挥，数条绸带如水蛇般蜿蜒而出，便将4人制住。郝大通因轻敌险些输在他手中，不由得起了敌忾之心，手持长剑便向小龙女攻去。众道团团围在周围凝神观战，但见烛光掩映下，一个白衣少女，一个灰袍老道，红颜华发，剑斗剑裂。只见小龙女手腕急翻，已将剑刃抓住，只听咔咔作响，长剑断为数截。这一下令郝大通始料未及，待回过神来，只听乒乒作响，断裂的长剑已经定在自己身中。贫道当真是老糊涂了，这就给你个了断。胜负乃常事，若是打个败仗就得抹脖子，你师兄再有18颗脑袋也都割完了。全真教丘处机向高陵讨教。你这老道，倒也爽快。丘处机剑随身至，小龙女闪身躲开，她环顾左右，却不见人影。师兄，小心！猛然抬头，只见小龙女竟自头顶袭来，连忙举剑抵挡。只见绸带蜿蜒而下，已然缠到手腕之上。待稳住身形，正要脱了束缚之时，又是一条绸带扑来。丘处机当即转手围攻，挺剑直刺，趁着小龙女后跃之机闪过绸带，并将其牢牢攥在手中。两人一时间竟相持不下。小龙女已知此人厉害，自己极难占到便宜，于是震碎绸带，趁着丘处机视线受阻，携了杨过和孙婆婆脚下发力，轻飘飘的离去了。众道回过神来，无不骇然。好俊的功夫啊！小龙女回到古墓，将孙婆婆安葬，随后依照她的遗言收留了杨过。漂泊江湖多年的杨过总算找到容身之所，兴奋地往床上跳去，却感到彻骨冰凉，被冻得直打哆嗦。小龙女见他这副模样，虽然矜持，却也差点笑出声来。杨过见他眼角含笑，不由得质疑：你捉弄我！这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原来这床是极北寒域所制，人睡在上面需要运功与寒气相抗，久而久之养成习惯，睡梦之中也能练功不辍，并且大凡修习内功最怕走火入魔，但坐在此床之上，心火自清净，可勇猛精进。杨过听得欣喜，再也不嫌这床冰冷难挨了。目中无日月，两个孤苦之人自此便相依相伴。小龙女究竟有多会摆烂？面对难练的玉女心经，直接躺平开摆。这门内功这么麻烦，不练也罢。可杨过又怎会同意？便带着小龙女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练功之地。小龙女见了十分欢喜，当晚二人便在这里一起练功。这日正练到紧要关头，忽听旁边有打斗之声，并且愈来愈近。不久，一人落败倒飞而来，眼看着就要砸到小龙女身上。杨过飞起一脚将来人踢飞出去。赵志敬站直身子，借着月光瞧清了小龙女的面容。人家说古墓派是姑娘派，个个冰清玉洁，没想到竟然是污秽不堪。杨过闻言怒火攻心，为避免二人胡乱宣扬，拿起树枝向赵志敬走去。赵志敬全然不将杨过放在眼里。你今天自己来送死，我正好要清理门户。可一交手，却发现杨过招招怪异，竟将自己的全真剑法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转眼之间，手中长剑已被杨过夺去。待回过神来，发现剑尖正指着自己的咽喉。杨过，休得无礼！这时甄志炳急忙上前喝止，并随即割发明示。杨过却不以为然。割头发有什么用？除非你把脑袋割下来，我才相信。甄志炳惨然一笑，随即便尽显舔狗本色。倘若要我的性命，只要你姑姑一句话，又有何难？杨过听出甄志炳之言确实出自真心，便将目光看向赵志敬。我曾经拜你为师，磕过你8个响头，现在你已非我师，赶快把这8个响头给我磕过来！要杀便杀，废什么话呢？小龙女得知此人曾是杨过的师傅，急忙制止。杀师不香，你叫他发誓，他不要胡说，就饶了他吧。待赵志敬发了毒誓，杨过这才抱着小龙女回到古墓。二人疲惫至极，沉沉睡去。杨过猛然惊醒，只见一柄长剑正指着自己。过儿，我的伤势好不了了，我先把你给杀了。过儿，不用怕的，你不会很疼。